大家好，欢迎来到股市咖啡屋。今天是2023年的9月27日，星期三。我们做一下盘后分析。今天美股三大指数是涨跌互现，道琼斯指数是下跌0.2%，纳斯达克上涨0.22%，标普500上涨0.02%。全天下跌的是5700家，上涨是5728家。那么从今天的走势来看，目前指数来说的话，快速下跌的这个惯性有可能会转变，但是下跌这个趋势是没有扭转。从今天盘面看，如果今天收盘的时候，股价是收在这个位阶，很有可能就会有一波反弹了。但是，临近收盘的时候又快速打了下来，被快速打了下来。好在是收盘前大概十几分钟又稍微拉了一点回去。到现在这个位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看这个盘面呢？那么我们还是直接回到盘面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指数都是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下影线，从 K 线图上看，确实有一个抵抗的作用，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量不够，所以说我们还有待观察。这是道琼斯指数。那么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也是一样，下影线比较长，但是成交量明显的没有增量，那么我们还有待观察。而且到目前为止，现在5日均线还没有站上去。标普500也是一样，大家看下影线很长，但是今天这个量并没有有效的增加。所以刚才我就说了，现在只是看它暂时的扭转的惯性。因为上期视频也跟大家聊过，从它的缺口的跌幅满足度来看，今天正好来到了这缺口附近。那么这里能不能支撑住不知道。而且我也跟大家聊过，标普500这个区间，整个这个紫色的方框区间都是它的比较强的支撑。如果这个区间跌破的话，就等于说是把前期的这个突破的这个位阶全部跌破掉了。所以现在这个位阶没有改变它的下降趋势，但是有可能会暂时的企稳，也就是说有可能这样快速下跌的趋势暂时的结束，会在这里有一个震荡整理的过程。那么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到底是震荡整理完以后是继续往上涨，还是继续跌破？那么我们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今天重点想和大家说的是罗素2000，我们看一下罗素2000今天走势，其实说走的是有点遗憾。为什么这么说？把图形放大了看一下，今天的5日均线扣底位在这里，是这一根 K 线。那么明天的5日均线扣底位到了这个 K 线，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在哪里？收盘价在这里。如果今天收盘的时候是收在这个位阶，就是上影线的这个位阶，那么很有可能罗素2000就有可能会出现拐点，5日均线就出现拐点了。而且从指标上来看，它也是来到了绝对的超卖区，并且今天是有所增量的。从罗素2000走势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它是率先出现一个止跌反弹的一个指数。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如果今天收盘的时候是收成了这样一根 K 线，它收的是这样一根 K 线，如果收成这样一个 K 线的话，明天的开盘价就是在今天的收盘价附近的话，那么明天5日均线就会拐弯了。但是今天收盘的时候在这里，明天5日均线开盘的时候一定还是往下的。那么我们只有把我们抄底的或者说进场抢反弹的这个节奏再等一等。那么我们再回到纳指来看一下，从纳指的走势来看的话，如果明天收盘能收成这样一根阳线，也有可能会出现5日均线的拐点。所以现在我们准备干活，但是这个活只是抢反弹。既然是抢反弹，那么我们就要快进快出，前提条件是如果明天收盘的时候是收成像这样的一根 K 线的话，我们后天准备干活。因为如果明天收成这样一根 K 线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拐点了。那么这个拐点出现，我们先看反弹，也就是说先看这个缺口和这个 MA10 的压力。既然是看反弹，他们就不能中，而且是要快进快出。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收盘的时候是收成了这样一根 K 线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就可以干活了，就可以找那些有反弹迹象的股票了。但是今天由于收盘的时候没有收成这样的 K 线，那么我们只有把时间往后推，
推到明天再看收盘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指数就跟大家分析到这里。如果现在指数在这里已经改变了这一个惯性的快速下跌的趋势，出现整理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选择股票？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几个有代表意义形态的股票。我们先看一下英伟达。那么英伟达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是1、2、3、4天没有创新低了。既然4天没有创新低，我们在这里就认为它已经暂时的止跌企稳。那么5日均线明天扣底全在低位，所以说5日均线就开始拐头了。但是由于现在已经面临了10日均线的压力，那么10日均线还在扣高位，它想站上去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后期的成交量站稳10日均线的话，必须要大于这个成交量。大家看我画的这条线，如果每天的成交量能大于它的话，那么10日均线是可以站上去的。像英伟达这样走势的股票，我们是可以做反弹的，但是由于前期的这个跌破线也好，这里10日均线也好，也是只是做反弹，因为它的 MA20 这样走的， MA20 是扣高位的，所以说如果英伟达出现了这样比较大的涨幅，很快的来到了 MA20 的时候，短线该离场要离场。英伟达现在这种走势是属于暂时的止跌，但是它没有底部结构，没有底部确认的一个结构。我们再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走势，那就是明天去判断它到底收盘的时候能不能收在今天的这个收盘价之上。如果明天收盘的时候谷歌能收在今天的收盘价之上，它也有可能就是5日均线的拐点了，5日均线将会拐头向上了。像谷歌这样的走势我们是可以注意的，因为现在谷歌来到了季均线的支撑，季均线现在对它来说是有支撑的，而且扣底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大家看一下季均线的扣底位还有这么一段时间，1、2、3、4、5、6、7、8、9、10、11、12、13、14、15，还有15个交易日都是扣低位，也就是说季均线对于它来说是有支撑的。如果出现了拐点，我们是可以做反弹的，反弹的目标位短期来看就是这个 MA10 和 MA20。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走势也有止跌的迹象。那么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强调，也就是说如果一档股票或者是说是指数出现了比较大的成交量，在底部的时候出现比较大的成交量，但是今天的跌幅并不是很大的话，很有可能这里就是底部了。就相当于如果一档股票涨到高位的时候不怎么涨，但是底下的成交量倒是明显的增量，这种形态就叫做高位放量滞涨。高位放量滞涨就是一个见顶的一个信号之一。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在低位放量它不怎么跌，也有可能就是见底的信号之一。这就是我们看个股或者看指数的时候判断顶部和底部的一个方法之一。从目前特斯拉的走势来看的话，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5日均线的拐点，也就是说明天收盘的时候特斯拉只要收成这样一根 K 线，我不需要太大，收成这样一个 K 线，那么后天特斯拉的扣底位是这样走的，我们也是可以进场去做反弹的。谷歌也好，特斯拉也好，现在我们就看它明天怎么走。如果明天走成了像我现在画的这种 K 线的话，我们是可以进场做反弹的，切记是进场做反弹。我们再看一下挪威邮轮。挪威邮轮就很有可能出现5日均线的拐点，也就是说只要明天股价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幅下挫，它收盘的时候只要是收在了今天收盘价的附近，高一点低一点，或者是说收一个10次星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明天的扣底位5日均线扣底位是这根 K 线，后天开始从周五开始，周五周一周二全部扣低位，所以说明天的走势也是相当的关键。而且从目前走势来看的话，它很有可能形成底背离。我们看一下，大家看现在是股价
创新低，指标不创新低了，在底背离中，如果一旦金叉形成，那就是底背离。所以说挪威邮轮的这种走势我们也是可以关注的。现在市场的环境并不是很好，我们就要守好前低，如果跌破就出。换言之，现在它所有的均线还不是多头排列，如果明天直接出现了这样的大涨，那也不要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奈飞，奈飞从 K 线形态看走的是相当的不好，也跟大家画过，整个这个红框之间都是它的支撑位，但是它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奈飞没有出现任何的止跌，它现在就是一个最快的加速下跌趋势。那么3天都创新低的话，它就是符合了另外一种走势。我们看一下通达信的指标。那么从它的这个走势来看呢，我们有一个 4K 战法，也就是说到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它已经符合 4K 战法了，信号已经出来了。既然信号已经出来，我们就等它出现止跌的信号。止跌的信号一旦出现，这里就会出现由红转绿。如果没有这个指标的话，我们就可以看 MACD。我们把 MACD 加上去看一下。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出了一个柱状体的信号给我们，只要 MACD 出现黄金交叉，我们就可以进场去做的是反弹。我们再回到富途牛牛，那么现在就这么几种形态，一种像奈飞这样持续下跌的股票，那么我们就等 4K 的信号，要么就像谷歌一样，像挪威邮轮一样，像特斯拉一样，只要拐点出现，我们就经常做反弹。但是切记，现在只是经常做反弹，在这些拐点没有出现， 4K 的信号没有出现之前，就像我本周从周一到周三一直跟我们会员说的，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手中有空单的我们就拿着，手中没有空单的我们就观望休息。在指数没有完全回暖之前，但是有企稳迹象的时候，有些个股提前出现了一些信号，也是可以做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现在的指数还是在一个下跌过程当中，但是从目前的走势来看，它已经改变了快速下跌的这个惯性，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因为从整体的大的趋势来看，指数想走好还需要调整较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做反弹。好，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